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痛快的硬核大新闻啊。那就在7月6号的中午12点01分，咱们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在大洋深处啪的一声往太平洋公海里发射了一枚带着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没过多久，导弹在几千公里外准确落海。官方通报里写的那叫一个四平八稳，年度例行训练，符合国际法，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这按理说公海发射提前通报训练弹头，这就是一次规范的不能再规范的军事训练。可是有意思的是导弹刚一冒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几个腾的一下集体跳出来了，又是批评又是抗议的。尤其是日本政府那小脸煞白说他们之前曾强烈敦促中国重新考虑，还警告导弹绝不能飞越日本领空。看到这儿我忍不住乐了各位，这个事儿最精妙的细节就在这个通报时间上。据日媒自己爆料，发射前大概90分钟，中国国防部才把这个电话打到了日本驻北京的大使馆，大概意思就是那个谁，你拿个小本子记一下我一会儿呢要射一个导弹，告诉你一声，我不是征求你同意我是怕你一会儿雷达屏幕上突然冒出个大家伙，把你家自卫队给吓傻了，懂了吗？90分钟，这在军事上叫什么呢？这不叫商量这叫阎王爷贴告示，通知你一声。结果呢，日本虽然嘴上喊着强烈敦促中国重新考虑，可咱们这边12点01分，表针一到，导弹准时升空，根本没有搭理他这茬。日本这边气得直跺脚可是导弹已经搁在太平洋里洗完澡了，这就让人纳闷了中国试射导弹，太平洋对面的美国还没怎么蹦跶呢，怎么隔壁的日本急成了这副德行呢？咱们得把话说明白这个不是平时演习打那种防空导弹或者是反舰导弹，这是战略核潜艇发射的战略导弹。说白了这就是咱们手里面海基核力量的顶梁柱呀。平时咱们在新闻里看那个国庆阅兵，那些大卡车拉着东风导弹，一个个的威风凛凛，那叫陆基核力量。陆基好是好，但是有个软肋，你的发射井是固定的，或者你的大卡车在路上跑，天上的卫星换着班的盯着你，对手能提前锁定。但是战略核潜艇这个东西可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它是个什么生存逻辑呢？这大家伙呢，平时是悄无声息的往大洋深处一钻，几百米深的水底下什么雷达啦、卫星啦，全成了瞎子。它在海里面一趴就能待个好几个月，全天下谁也找不着它。找不到它就意味着在国际博弈里，对手永远不敢对你动歪心思，因为就算对手疯了，第一波呢把咱们地面上的目标全摧毁了，但是在大洋深处的核潜艇依然毫发无损只要接到命令，它在水底把这个导弹一打，这就叫2次核打击。这就是海基核力量最硬气的底牌，生存能力天下第一，威慑效果横扫千军。而这一次咱们就是当着全世界的面把这个水下判官拉出来搞了一次大点兵。而且呢，你看这次的飞行轨迹根据航海通告显示这枚导弹是从辽东半岛附近发射，直接飞向了所罗门群岛以东的南太平洋海域。有这个专家拿这个尺子一量，好家伙，飞行距离在7000多公里到1万多公里之间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就意味着咱们的核潜艇就在中国近海趴着，手里面的家伙事也能够到太平洋的任何一个角落。这一下直接把某些人长久以来的安全幻觉给砸了个粉碎。那过去呢，只有美国人能开着核潜艇在太平洋深处横着走，现在呢，中国用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这片大洋我们也一样能从你们找不到的地方把导弹准确无误的递过去。那话说回来，那既然导弹是往南太平洋打的，日本为什么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呀？其实呢，就一个原因因为中国这是第一次把潜射战略导弹打到南太平洋，而且极有可能是直接从日本的头顶上飞过去的。各位，咱们把这个时间稍稍往前对对那就在2024年的9月份，中国火箭军向太平洋公海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那一次是中国时隔44年再次往太平洋扔洲际导弹，当时全世界都炸过了但是那次呢是从陆地上打的，结果这才过去不到2年2026年的7月，咱们又来了一发，而且这次是从水底下打的。
陆基打完，海基打，2年之内2大王牌各亮一次相。这意味着咱们以往存在但不展示的战略核力量，已经彻底变成了全射程、实战化、常态化的展示。日本看着天上的弹道，心里能不打鼓吗？日本政府在声明里说，担心导弹飞越日本领空，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哎，你想想一头钢铁巨兽在几百公里高的太空中，肚子里面怀着毁天灭地的能量，嗖的一声从你家屋顶上掠过去。虽然吧，它只是一个模拟弹头，但你坐在屋里面喝茶，你这腿肚子它能不抽筋吗？所以呢，日本当时的选择是赶紧派人去要求中国，说你能不能别从我头顶过呀？可中国这边的态度很明确，提前通报里写的清清楚楚，公海发射符合规矩。至于走哪条路线，飞多高，那是我们根据科学训练定的，轮不到你在那儿指手画脚。更让日本感到绝望的是啥呢？是国际社会对待这事的态度。中国这次可不是偷偷摸摸打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外长、澳大利亚的外长、新西兰的官员都在发射前接到了中国的正式通报。中国是在严格遵守国际法，给足了太平洋周边国家的面子，唯独对日本发射前1个多钟头才甩过去一个通知，这个态度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这种在国际待遇上的次等公民身份，以及在绝对力量面前的无能为力，才是让日本政客最心惊肉跳的死穴。别看咱们今天这么威风其实是几代航天人、几代军工人隐姓埋名吃了大半辈子的苦才给咱们挣出来的家底儿。咱们不妨呢去看一看55年前的另一幕1971年的9月10号，新中国在飞机上建起来才20多年。那一天咱们中国的第1枚洲际导弹东风5号在西北的戈壁滩上点火升空。那一次首飞虽然按照后来的标准看还不算是十全十美，但它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件事中国人搞出了能打到地平线那一端的洲际大杀器。巧的是，就在东风5号首飞完仅仅1个半月之后，1971年的10月25号，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大以压倒性的多数票正式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各位，你们觉得这是巧合吗？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巧合呀？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美国和他屁股后面那帮狐朋狗友，天天想着怎么把咱们卡死憋死，在军事上搞封锁，在经济上搞禁运，在政治上愣是不让新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个时候，西方那些洋大人傲慢到了骨子里1964年，咱们第1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他们震惊归震惊，转头呢就在报纸上给自己壮胆吹口哨，说中国虽然有了原子弹，但他们扔不出来他们没有运载火箭，这叫有弹无枪，不足为惧。结果呢，咱们军工老前辈们不信这个邪，1966年东风2号甲核导弹带着真家伙，准确命中了预定目标，2弹结合实验圆满成功，直接一巴掌扇在那些洋大人的脸上。谁说老子有弹无枪这枪不仅有，还准得很。那到了70年代初，美国情报部门在报告里偷偷预判，说中国撑死也就搞中远程导弹。结果1971年东风5号拔地而起，那震天动地的巨响，直接让太平洋对面的基辛格和尼克松清醒了。美国高层算了一笔账，要是继续跟中国死磕，这个代价大到美国根本就承受不起。所以说1971年那枚东风5号的首飞，是用绝对的实力在联合国的谈判桌上为咱们国家生生砸回了本该属于咱们的席位。这就是老一辈常说的真理永远在导弹的射程之内。咱把55年前的东风5号和前2天发射这枚潜射导弹放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历史的脉络简直清晰让人掉眼泪55年前咱们试射洲际导弹是为了突破封锁，是为了向全世界证明别惹我，我能打到你本土，我有掀桌子的能力。那个时候咱们是一穷二白，能低调呢就低调，打一发得攒好几年的家底儿。55年后，咱们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陆基、海基在太平洋上各来了一发大点兵。这一次咱们不低调了光明正大的提前通报，公海发射，这就叫一次是突破，2次是常态。以前咱们打导弹是为了证明我能打得到，现在咱们打导弹是在告诉那些天天在咱们家门口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某些国家，
我不仅能打到，我还能从你们根本找不到的地方，随时随地给你们来个精准点名儿。所以提前通报了，为什么日本还这么大的反应啊？因为日本真正害怕的根本不是中国又多了一枚导弹，他害怕的是中国正在用一次又一次如同教科书般规范的常态化发射，用铁般的事实告诉所有人这西太平洋的规矩该变了，这片大洋的力量格局已经彻底变天了。